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我自璀璨》，何须旁人偏爱？故事解说。林英与周怀结婚3年，女儿刚刚满月。3年来，林英刻意隐藏自己林家大小姐的身份，对外只称家境普通，甘愿做幕后的全职太太。周怀靠着白手起家的人设，一步步把小公司做大做强，外人皆称赞他立志能干。无人知晓，这3年里，林英一直以林氏资本暗中注资，为他对接优质客户，摆平数次危机，默默撑起他的事业版图。而周怀对此全然不知。更让人心寒的是，周怀身边新来的秘书乔棉早已心生贪念，悄悄觊觎着本该属于林英的一切。这天，刚出月子的林英来到周氏集团，乔棉见状立刻热情上前，亲昵地喊她嫂子。林英看着眼前的人，淡淡反问他为何在此，不解他不好好休息，随意出门奔波。随后，林英注意到楼下自己的专属车位停着一辆陌生车辆，当即询问车辆归属。乔棉坦然告知是自己的车，还解释是周总见车位长期空置，特意准许他停放。乔棉小心翼翼试探林英的态度，生怕他生气，又连忙辩解自己刚拿驾照，找车位十分不易，加上林英极少来公司，车位空置浪费可惜。周怀当即在一旁附和，随口就把林英的专属车位默许给了乔棉。看着丈夫毫不犹豫偏袒外人的模样，林英心底满是失望。她没有争执，直接拨通拖车电话，要求拖走周氏停车场车牌为8888的蓝色甲壳虫。周怀见状十分震惊，连忙出声阻止，觉得林英小题大做，太过较真。不过是一个空置车位，没必要如此不留情面。乔棉也故作委屈，反问林英明知这是他的专属车位，为何还要如此为难自己？坦言是自己考虑不周，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任何人都无权擅自触碰、占用。他急忙和林英划清界限，强调自己和乔棉毫无特殊关系，对方只是公司普通助理，自己的关照仅仅是出于工作需要。随后温柔询问林英是否还愿意相信自己。林英沉默片刻，认真看向周怀，郑重发问他是否还爱自己。周怀毫不犹豫给出肯定答案，声称林英是他的妻子，女儿的母亲，这辈子都会好好善待他们母女。看着眼前诚恳的丈夫，林英选择暂且相信，同时立下规矩，要求周怀从即日起和乔棉保持距离，恪守清晰的上下级边界。周怀满口答应，温柔唤他老婆大人，连连应下所有要求。转头私下里，乔棉主动找到周怀道歉，称停车场的矛盾都是自己的过错，不该随意占用嫂子车位，引发2人争吵。话音刚落，他便话锋一转，以愧疚为由向周怀提出辞职。周怀十分不解，觉得只是一件小事，根本无需如此。乔棉故作柔弱委屈，低声表示这件事绝非小事，自己的存在让周总和妻子频频争执，他心里万分过意不去，认为自己离开公司，2人就能重归于好。周怀连忙安抚他，直言林英脾气本就偏大，气消便无事，还明确告知乔棉他是公司员工，自己护着他理所应当，让他安心工作，不要胡思乱想。为了博取更多同情，乔棉又示弱告知周怀，停车场事件后自己心绪难平，外出散心时不慎崴伤了脚。周怀得知后满心关心，连忙追问他为何不早说，有没有就医。乔棉连忙摆手，称伤势轻微，休养2天就能恢复，不会耽误工作。周怀听罢，再三叮嘱他好好休养，切勿劳累。这时周怀瞥见乔棉的手机，好奇询问内容。乔棉瞬间慌乱，慌忙解释自己只是随手拍了一段日常视频，意外走红，还立刻表态会马上删除，生怕林英看到引发新的矛盾。周怀却毫不在意，摆手称只是小事，无需刻意删除，还让他放宽心，林英那边的情绪和矛盾由自己全权处理。得到周怀的纵容，乔棉愈发大胆。他深知周怀有严重洁癖，向来不和他人共用私人物品，便故意询问他敢不敢喝自己手中的奶茶。一旁的佣人全程看在眼里，心中十分清楚，周怀平日里对结发妻子林英都格外疏离，连共用杯子都万般抗拒，如今却对一个新来的秘书格外包容，处处破例。目睹这一切的林英没有当场发作，冷静吩咐周姨立刻采购50杯不同口味的奶茶，每一杯都提前开封喝掉一半，再重新封口封装。次日上午全部送到周氏集团大会议室。周姨满心疑惑，却还是遵照吩咐执行，没有多问。次日公司正式会议如期召开，合作方王总亲临现场，林英手持核对完毕的回款细则对接工作。会议氛围正好之际，林英直接打断众人，点名让周怀喝下眼前的奶茶。周怀脸色瞬间阴沉，当众斥责林英过分胡闹。林英目光坚定，冷静回怼，既然他能坦然喝下乔棉的奶茶，
就没有资格指责自己无理取闹。乔棉立刻上前打圆场，假意包揽所有过错，试图缓和气氛。林英全然无视他的示弱，再次当众提起周怀的洁癖人设，强硬质问他敢不敢喝下自己准备的奶茶，同时放出狠话，若是他拒不配合，自己就将他双重标准的完整视频当众分享给在场所有人，让大家看清他的洁癖究竟是真习惯，还是刻意打造的虚假人设。现场剩余的49杯奶茶足够他逐一兑现自己的人设。会议结束后，周怀满心郁结，认为林英当众让自己在合作方面前颜面尽失，心里暗暗记恨。乔棉依旧故作懂事，不停道歉，称连累了周怀，再次假意提出辞职，不想再让自己成为两人争吵的导火索。周怀依旧坚定护着他，明确表示不会同意他离职。身为领导，庇护下属是分内之事，林英那边的矛盾他会亲自解决。经此一事，乔棉毫无收敛，愈发肆无忌惮地享受周怀的偏袒。后续工作会议上，周怀当众汇报公司业绩，称3年来团队服务效率提升30%，来年目标再增20%。在场员工和合作方纷纷夸赞周怀能力出众，还顺势称赞他有一位得力贤内助。众人不约而同将赞誉投向乔棉，纷纷夸赞乔秘书能干，是周总的左膀右臂，坦然将所有功劳归到他身上。乔棉全程默认吹捧，没有半点辩解。就在众人纷纷附和之际，林英当众开口，直言众人口中的贤内助从来都不是乔棉，而是一直隐身幕后的自己。林英当众揭开真相，3年前是他亲自奔赴深圳，和王总彻夜洽谈一整天，才为周氏拿下珍贵的合作契机。乔棉不过是后续按照公司安排，机械对接跟进工作，根本不配独占所有功劳。说完这番话，林英不再理会全场哗然的众人，转身淡然离场。风波尚未平息，乔棉的父母来到公司食堂，毫无规矩的大肆拿取食材，打包公务。周围员工纷纷奉承，夸赞乔棉拿下千万大单，深得周总器重，让家人跟着沾光。乔棉母亲得意至极，当众炫耀女儿本事出众，直言若是女儿嫁给周怀，整个周氏集团日后都会是自家产业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当众嘲讽林英，调侃周太太整日在家带孩子，毫无本事，只会花钱，根本比不上日夜为公司操劳的乔棉。周遭众人纷纷附和，极力贬低全职在家的林英，吹捧乔棉的勤恳能干。这些嘲讽的话语恰好被前来食堂的林英尽数听见。林英停下脚步，平静询问乔棉母亲，口中所谓白吃白喝的人是否只带自己？对方毫无避讳，直言就是在说他，还嚣张地质问林英常年居家，从未为公司创造半点价值，凭什么享受成果？林英神色淡然，表明自己的付出无需向旁人汇报，但必须纠正他的谬误。华商集团的核心订单绝非乔棉谈下。乔棉见状急忙出声阻拦母亲，想要掩盖事实。林英不再多余争辩，直接当众宣布，乔棉家属在公司食堂肆意妄为，辱骂员工，扰乱办公秩序，即日起正式开除乔棉。乔棉瞬间慌乱，连忙喊着嫂子求情，试图博取心软。林英神色冰冷，明确告知他自己并非他的嫂子，让他尊称自己为林总。话音落下，林英直接致电人事部，当场敲定乔棉的解雇手续，不留丝毫余地。被开除的乔棉立刻致电周怀哭诉，谎称林英当众刁难自己，辱骂他的父母，让他在公司无立足之地。周怀不问缘由，第一时间安抚乔棉，承诺会出面解决问题。乔棉继续故作懂事，劝说周怀不要为了自己和嫂子争吵，再次假意提出辞职，降低自己的存在感，博取同情。周怀依旧一意孤行，偏袒乔棉，坚决不同意他离职，重申自己定会护着下属。林英那边的矛盾由他全权处理。挂断电话后，周怀立刻赶回家里，怒气冲冲找林英对峙，讨要说法。见到林英后，周怀当即质问他凭什么私自开除乔棉。林英坦然承认是自己的决定。周怀怒火中烧，斥责林英太过苛刻，不过是乔棉父母来食堂吃了一顿饭，没必要迁怒开除勤恳工作的乔棉。林英冷静反驳，乔棉父母当众辱骂自己好吃懒做，白吃白喝，肆意诋毁，无端挑衅，任何人都无法忍受。可周怀依旧是非不分，固执认为犯错的是乔棉的父母，和乔棉本人无关，不该牵连无辜员工，坚决不肯认可开除的决定。这时乔棉主动上前，假意代替父母道歉，称家人是乡下普通人，不懂职场规矩，恳请林英高抬贵手，不要怪罪。林英清醒淡然，直言无需他假意道歉，这件事本就与他无关。周怀见状愈发理直气壮，当众指责林英无理取闹，还极力吹捧乔棉是公司功臣，
华商续约全靠他日夜对接，连王总都夸赞自己有乔棉这位贤内助，全然认定所有功劳都属于乔棉。随后，他强硬要求林英主动向乔棉道歉，以此了结这场纷争。看着眼前彻底盲目、是非不分的丈夫，林英满心失望，彻底心寒。她平静告知周怀，既然他执意要一个交代，自己会在公司年会当天给乔棉也给他一个彻底的交代。周怀满心疑惑，反复追问缘由，林英并未多做解释，只让他静待年会到来。年会如期举办，公司上下议论纷纷。所有人都听说总裁夫人林英今晚要当众向乔棉道歉，员工们私下热议，纷纷调侃周总和乔秘书举止亲密，格外般配。反观正宫林英迟迟未到场，不少人笃定林英心虚怯场。乔棉早已稳稳拿捏周怀，坐稳上位。就在众人议论不休之际，林英盛装出席年会现场，有员工立刻上前调侃，以为他不敢来道歉，还询问他的穿搭是专程认错，还是来砸场。林英全然无视旁人的调侃，径直向场内走去。乔棉立刻上前拦住林英，故作委屈柔弱的模样，主动道歉，声称自己不是故意的。话音刚落，他手中的酒水便精准泼洒在林英的礼服上，随即又慌忙解释自己失手无意，恳请林英不要误会，冤枉自己。全场众人瞬间围观。周怀第一时间上前维护乔棉，认为他已经主动认错，让林英适可而止，不要再闹。他以年会场面盛大，有媒体在场为由，逼迫林英顾及自己的颜面，当众给乔棉道歉，彻底了结此事。步步紧逼的偏袒，彻底击碎了林英最后的念想。他冷笑一声，确认周怀执意要自己给乔棉一个交代。得到周怀肯定的答复后，林英转身缓步走向舞台中央。周怀见状稍稍安心，以为林英终于妥协认错，心里还盘算着道歉后便原谅他，继续安稳过日子。站在舞台中央，面对全场员工、嘉宾和媒体，林英从容自我介绍，坦然诉说自己3年来的过错。他坦言自己错在3年前义无反顾下嫁周怀，错在为了他隐藏豪门身份，收敛所有锋芒，错在倾尽财力人脉，将濒临破产的周氏集团拉出绝境，更错在天真以为默默付出就能换来真心与珍惜。话音落下，林英当众官宣最终决定，他要和周怀离婚。全场瞬间哗然，周怀脸色骤变，震惊不已，立刻上前阻拦。台下媒体蜂拥而上，不断追问两人离婚的真相。林英无视混乱场面，从容走下舞台，吩咐助理备好车辆。周怀快步追上，愤怒质问他为何当众让自己难堪。乔棉也紧随其后示弱，假意询问林英是否因自己生气才赌气离婚，主动提出当众道歉，只求两人不要决裂。林英冷冷让他让开，明确告知此事与他无关。乔棉依旧不死心，继续辩解，声称林英是产后情绪不稳，一时冲动，所谓的林氏资本、委屈付出都是气话，不断为周怀开脱。此刻的周怀满心只有颜面尽失的愤怒，丝毫没有关心林英的委屈与心寒，只顾着斥责他不该当着媒体的面曝光私事，提及林氏资本，让自己沦为全城笑柄。忍无可忍的林英终于当众揭穿所有真相，他明确告知周怀，自己就是林氏资本的执行董事，这3年来源源不断注入周氏集团的所有资金、资源与人脉，全部都出自他手。周怀引以为傲的白手起家，从头到尾都是他默默托举的结果。真相一出，乔棉满脸难以置信，当即出言质疑。他笃定常年居家带娃的林英根本不懂商界运作，更没有巨额资金投资公司，认定林英是赌气编造谎言，故意损毁周怀和公司的声誉。周怀也满脸不屑，嘲讽林英连基础财务报表都看不懂，根本不可能参与大额投资。看着两人一唱一和，全然不信的模样，林英心底悲凉至极。他清楚乔棉的每一句质疑都在不断提醒周怀自己是无用的全职太太，而周怀全程沉默，毫无反驳。这份明目张胆的偏袒远比争吵更伤人。林英缓缓诉说自己最后的心软，她本看在刚满月的女儿份上，打算给周怀最后一次机会，借着年会让他看清真相，认清旁人真面目。可周怀追来的第一句话从来不是关心他的委屈，只是恼怒他丢了自己的颜面。彻底疲惫的林英提出两人先冷静2个月，待周怀彻底想清楚，愿意真心相待，再谈后续相处。他告知周怀自己会暂时搬去酒店居住，后续会让特助取回个人物品。周怀不敢置信，林英竟执意要和自己分居。乔棉依旧假意劝解，声称林英只是情绪不稳，安抚周怀不必计较。林英不再理会两人的虚情假意，转身乘车离开。临走前淡淡留下一句，周怀终究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。自此两人正式进入冷战。最让人心寒的是，
身为丈夫和父亲的周怀直接搬去酒店居住，对嗷嗷待哺的满月女儿不管不顾，日日与乔棉相伴，两人一同处理公司事务，出双入对，俨然一副亲密搭档的模样，彻底无视家庭与责任。看着周怀彻底放手，背弃家庭的所作所为，林英彻底斩断所有执念。既然他不念3年陪伴，无视母女情分，放任外人介入婚姻，那就别怪他狠心，亲手收回所有馈赠，让他一无所有。林英的助理前来请示，是否撤销对周氏集团的全部投资。林英态度决绝，果断应允。助理郑重提醒，一旦撤资生效，周氏集团将在12小时内彻底破产。林英心意已决，直言自己决意如此，同时吩咐助理筹备夫妻财产分割手续，彻查乔棉全部工作记录，分清他真实的业绩与窃取的成果。处理完一切琐事，林英拨通爷爷的电话，告知自己决定离婚，同时答应回归家族，接手继承林氏集团所有产业。林老爷子满心欣慰，当即安抚孙女，有自己撑腰，往后无人再敢欺负他。还告知他下周将举办林氏资本年度商业峰会，当众官宣他的集团继承人身份，让他重回商界顶层。挂断电话后，老爷子立刻联系多年亲信林英的陆晨，让他次日亲自接林英回家。下人感慨，陆晨多年来公开为林英守身如玉，终身不娶，如今得知他恢复单身，必定满心欢喜。老爷子十分认可陆晨，认为他沉稳优秀，门当户对，对林英初心不改，是最佳的孙女婿人选。另一边，林英安排周姨收拾好所有行李，带着女儿念念先行返回林家老宅，自己处理完离婚和公司纠纷后再回去。面对周姨对周怀的顾虑，林英淡然表态，从此往后再无先生，无需顾虑。与此同时，周氏集团内部传出人事变动，周怀颠倒黑白，对外宣称因林英个人原因导致林氏资本撤资，顺势撤销林英的公司副总职务，破格提拔入职未满半年的乔棉接任。公司员工纷纷私下议论，为林英鸣不平，质疑乔棉资历浅薄，根本不配身居高位。刘特助当众质疑此次人事任免不合理，乔棉却嚣张跋扈，直言自己能力出众，效率顶尖，才被破格提拔，还厉声质问刘特助是否想要忤逆自己，丢掉工作。刘特助一时语塞，无力反驳。林英亲眼目睹这场荒唐的任免闹剧，只觉得无比可笑。乔棉还特意上前炫耀，声称林英如今仅剩的助理岗位，还是自己好心求情才争取来的，假意体贴，实则处处彰显优越感，嘲讽林英脱离职场毫无价值。林英冷眼看向春风得意的乔棉，直言他坐上副总的位置，下一步目标必然是自己的总裁夫人之位。他大方表态，总裁夫人的位置早已拱手让人，能不能坐稳守住位置，全凭乔棉自己的本事。乔棉满脸不屑，嘲讽失势的林英没有资格评价自己。林英无心纠缠，直接吩咐刘特助为自己办理离职手续，顺带帮忙购买一杯奶茶。刘特助询问是否告知周怀，被林英直接拒绝。乔棉随即开始刻意刁难林英，告知他原有办公室已归自己使用，要求林英离职前将桌面、文件柜全部擦拭干净，还以自己有洁癖为由百般挑剔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以领导身份吩咐身为助理的林英下楼为自己购买3分糖芋泥波波奶茶，态度傲慢，极尽使唤。林英反问他是否敢随意使唤自己，乔棉态度嚣张，直言若是林英拒不服从，便立刻向周怀告状。奶茶送达后，乔棉故意当众泼洒奶茶挑衅林英，刻意制造矛盾。周怀恰好撞见这一幕，不分青红皂白，直接怒斥林英发疯，无故刁难乔棉。林英冷静回应，自己只是想让刚登高上位的乔棉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不要目中无人，肆意摆谱。乔棉依旧自我感觉良好，嚣张辩解自己能力远超脾气暴躁的林英。若是先认识周怀的人是自己，副总的位置根本轮不到林英。面对乔棉的狂妄，林英当众拆解他的虚假能力，一一揭穿他的底细。他明确指出，乔棉上季度负责的3个项目均存在越权审批问题，审计组早已立案核查。同时点名，周怀仅凭个人喜好签字提拔乔棉，不符合公司规章制度，属于违规提拔。自己作为集团原有副总，完全可向董事会申诉撤销任免。乔棉瞬间惊慌失措，质问林英为何私自调查自己。林英底气十足，表明自己仍在职，核查员工工作情况理所应当。他当众揭露所有真相。周怀能从一无所有走到如今的总裁位置，全靠自己暗中扶持，华商订单、亨泰人脉，皆是自己一手促成。就连乔棉用来升职的季度汇报框架，都是自己产后熬夜撰写。乔棉所有引以为傲的业绩，不过是踩着自己搭建的平台往上攀爬。即便真相摆在眼前，
乔棉依旧不肯认错，执意争辩周怀的偏袒就是对自己能力的认可，自己温柔能干，远比脾气强硬的林英更适合留在周怀身边。两人争执之际，周怀匆匆赶来，不问对错，直接指责林英无理取闹，肆意闹事。乔棉立刻装作委屈懂事的模样，主动为林英开脱，将所有问题归咎于自己流程不熟，引发误会。周怀见状愈发愤怒，直言乔棉处处包容忍让，是林英一直咄咄逼人，刻意针对。看着两人惺惺相惜、颠倒黑白的模样，林英只觉得无比恶心。他直言两人天生一对，狼狈为奸，指责周怀为了外人屡次苛待结发妻子，暧昧昭然若揭，却敢做不敢认，毫无担当。林英不再浪费时间争辩，直接拿出离婚协议，勒令周怀立刻签字，拒不签字便次日正式起诉离婚。乔棉假意委屈哭诉林英贼喊捉贼，无中生有。林英眼神冰冷，厉声警告他不要再多言生事。周怀被林英的决绝激怒，满心不甘却无可奈何，最终咬牙签下离婚协议，还赌气扬言希望林英日后不要后悔。林英态度坚定，明确自己绝不后悔。两人刚签完离婚协议，新的麻烦接踵而至。下属匆忙禀报，乔棉的父母不知通过何种途径拿到了林英婚前别墅的钥匙，强行入住屋内，还打算重新装修，长期霸占。林英当即明确，玉水湾别墅是自己的婚前个人财产，旁人无权侵占。他立刻赶回别墅。此时乔棉的父母正在屋内肆意折腾，嫌弃原有红木家具老旧土气，计划全部换成欧式装修，扬言主卧留给乔棉，次卧自己居住，还吩咐下人扔掉林英的照片，态度嚣张跋扈。佣人反复提醒别墅归属林英，未经允许不得改动占用，却被乔棉母亲厉声呵斥。他高调宣称是周怀允许自家入住，别墅已然归乔棉所有，下人无权干涉。林英赶回别墅后，面对两人的嘲讽叫嚣，没有多余废话，直接让人将二人强行带走，明确告知他们房产证仅有自己一人名字，房产归属毋庸置疑。随后他直接报警，以私闯民宅、侵占他人财产为由，依法处理乔棉父母。处理完别墅纠纷，林英当即吩咐中介老李尽快将别墅挂牌出售。与此同时，失去林氏资本支撑的周氏集团彻底陷入绝境。周怀的下属紧急汇报，林氏资本不仅全面撤资，还正式发函要求周氏3日内偿还8000万首期款项，巨额追偿让周氏资金链彻底断裂，新项目停滞，次月员工工资也无力发放。周怀慌乱不已，立刻让人核查撤资原因，寻求挽回余地。下属核查后告知，此次撤资追偿由林氏资本董事长亲自签字，毫无回旋余地。同时道出惊天真相：3年来周氏所有注资最终授权签字人一直都是林英。周怀这一刻彻底幡然醒悟，自己引以为傲的白手起家创业传奇，从头到尾都依托林英的倾力扶持。自己的第一桶金、所有机遇、公司根基，全部都是林英给予的。他紧急核查林氏继承人信息，最终确认林氏资本唯一继承人正是被自己忽视、偏袒、辜负的妻子林英。真相彻底大白，周怀终于知晓自己弄丢了什么，瞬间慌了心神，疯狂派人四处寻找林英，想要挽回婚姻，挽救濒临破产的公司。可他得到的消息只剩别墅已被挂牌出售，林英带着女儿悄然离开，杳无音讯。这一刻，周怀才彻底明白，自己一意孤行的偏袒与冷漠，最终让他彻底失去一切，落得一无所有的结局。